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和张婧仪终于亲上了，权谋剧的爱情一样可以甜。当香案图一把扯住藏海衣襟，那句我有仇一般都当场爆，随即落下，而后便是一个骤然而至的吻。这样激烈而决绝的一幕，瞬间令屏幕前无数观众心跳加速，甚至一度陷入沉默。第31集的这一刻，成为《藏海传》开播以来最具震撼力的高潮之一。它不仅点燃了全网讨论热度，更在权谋剧传统叙事的边界上狠狠敲出一道新裂缝。有人说，这是史上最刚的吻，没有丝毫温柔缠绵，却比任何深情款款都来得更真切、更猛烈。藏海与香案图这对彼此曾视作仇敌的男女，在误解尽释之后，用一个突如其来的亲吻，完成了一次情绪的爆发和情感的确认。它不是一场浪漫的告白，而更像是一种烈火焚身的宣誓，是战场之上的并肩而立，是深渊边缘的彼此拯救。权谋剧的情感破冰，藏海与香案图的情绪转折。藏海，肖战饰演的男主角，自第一集便踏上一条荆棘密布的复仇之路。作为曾经家破人亡的幸存者，他将自己打造成冷静、隐忍、算无一策的复仇者。他的情感如同深潭死水，不起波澜，甚至对身边人的付出也常常视若无睹。相比之下，张婧仪饰演的香案图则是典型的刚烈型女主。作为东夏国的公主，她从小习武练正，坚强、果决，是仇未血海，是不共戴天。这两人从最初的敌视、交锋，到后来的合作、信任，30多集的铺垫中，感情从未真正明朗。正因如此，这个吻才显得尤为震撼，它打破了观众对权谋剧无情冷面的固有认知，也让两个原本被命运撕裂的灵魂，在千回百转之后，短暂得以靠近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场吻戏并没有走传统偶像剧的煽情路线，导演郑晓龙别出心裁地采用了点到为止的手法，前一秒是香案图眼神坚定的靠近，后一秒镜头便转向皮影戏的帷幕，灯火交织，影影绰绰，两人深情的轮廓在朦胧光影中慢慢淡去。这种极具东方意蕴的审美处理方式，不仅避免了视觉的过度煽动，反而更引人遐想。导演似乎在用镜头语言告诉观众，这不是简单的情感释放，而是一种命运的契合。藏海的眼神中，那一刻的震惊、挣扎与释然，张婧仪演绎的香案图眼神里，燃烧着不容退缩的倔强与决绝。没有台词，没有解释，但他们的情感已经在一吻之间完成了自我表达。爱情不是权谋剧的异类，而是人性深处的挣扎。这场吻戏的播出，立即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巨大反响。许多观众表示，从第一集追到第31集，这一个吻终于让人看到了藏海不是机器的一面，也让香案图女战神的形象更添一层人性的柔软与坚定。观众甚至为此冠之以国宴级吻戏的称号，因为它不仅承载着情感的重量，更因其精准嵌入角色命运主线而显得弥足珍贵。有人质疑，一部本以权谋为主打的剧，是否应该让情感占据太多篇幅？但也有更多声音指出，真正高明的剧作从不会将爱情视为洪水猛兽，恰恰相反，当感情成为人物选择与命运的一部分，它不仅不会冲淡权谋的紧张，反而能赋予人物更多的层次与真实。香案图的主动出击，是他从误解中解脱之后的情感爆发，同时也是对藏海最深处脆弱的一次直击。这不是恋爱脑的设定，而是一种带着尊严和觉悟的靠近。他理解他的仇恨，也尊重他的计划，但他更愿意做那个站在他身侧，不惧牺牲，也愿共生死的人。而藏海在那一刻，
他第一次被打破了外壳。那个曾无数次梦回血案的少年，在香案图的吻里，短暂地回到了人的身份。高能之吻引爆收视与 CP 话题。据云和数据显示，第31集播出当晚，《藏海传》网络播放量达到历史新高，相关话题冲上热搜榜前3，热度值持续飙升。微博、抖音、小红书等平台上，关于藏香 CP 的剪辑视频铺天盖地，二创内容层出不穷。有粉丝戏称，终于等到藏海也懂得什么是心跳了。同时，关于肖战张婧仪有无 CP 感的讨论也迅速升温。初看之下，两人的气质似乎南辕北辙，一个内敛深沉，一个锐利张扬，但正是这种反差感，在角色演绎中被巧妙转化为一种极具张力的化学反应。两位演员的表演都极为克制，在情绪表达上讲究分寸与节奏。这也使得这场吻戏的冲击力远胜于寻常糖分堆积的感情戏。编剧用心，以情动人，推动复仇主线发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编剧赵柳毅在采访中曾坦言，这场戏其实早在剧本结构中就被安排为转折节点。他说，藏海与香案图之间的情感，从来不是简单的爱情，而是一种带着羁绊、救赎与抉择的复杂纽带。这个吻象征的是藏海从地狱般的复仇火焰中第一次试图仰望光明。也正因如此，吻后剧情的走向愈发引人关注。香案图是否会放下公主身份，真正与藏海并肩？藏海又是否能放下执念，让人胜过气？两人的未来走向牵动着观众的每一根神经。情感与智谋并重，《藏海传》突破类型剧的天花板。近年来，大男主权谋剧层出不穷，但过度追求策略博弈的同时，也逐渐将感情线边缘化，甚至视之为累赘。《藏海传》却敢于在这种男频美学中逆流而上，选择以一场深具情感分量的吻戏，打破过于冰冷的叙事架构。他在告诉观众，即使是刀光剑影的世界，也不应抹去人性中的温柔与渴望。爱情并非软肋，而是一种力量。它让复仇不再只是血债血偿的冰冷流程，而成为一次重新定义生存与存在的过程。在香案图的目光中，藏海不再只是那个局中人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、值得托付的人。而在藏海的沉默里，香案图成了他愿意为之松动一丝筹码的变数。正如一句网友评论所言，藏海的胜利从不是赢了多少仇人，而是终于敢去相信另一个人。这场吻戏的意义已远远超出荧幕上的情节推进，它是一次对类型剧边界的试探，也是对角色复杂性的一次深度挖掘。它让我们重新理解了权谋剧这个标签。它并不意味着无爱无情，它也可以充满情感的张力，只要处理得足够巧妙，足够真诚。藏海传用这样一场冷冽而热烈的吻，告诉我们，人性的深处永远藏着礼节与连接的渴望。哪怕身处最复杂的斗争棋局，也有人在苦海中仍愿伸手去碰触那一抹属于爱的温度。在这场权谋与情感交织的叙事中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智计与博弈的精彩，更是命运之下两颗孤独灵魂彼此靠近的温柔与坚韧。而这也许正是《藏海传》真正动人心魄的所在。